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上下集，观察室陪你一起课堂 ，VIP 专享会员版，解锁游戏局，瞎聊纯享版，嘉宾约会全记录看到爽。周五12点，砰砰放课后独家揭秘嘉宾真实日常生活。欢迎进入由急忙和赢全年房租减免的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怦然心动20岁》。欢迎各位收看优酷《怦然心动20岁》，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科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跟大家今天交代一下啊，我们在上一集结尾的时候，他们剪辑了一个画面，大家都在哭，全员爆哭的画面。哦，暴风雨来临。上一集全员爆哭吗？上一集结尾。是上辈子的事，就是上辈子。小童，你先说，你还记得啥吧？上一集我记得那个小毛留给了板砖。老肖呢？有没有什么记忆？我记得哥哥叫小鹏，这个确实没记错，这个确实没记错。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弟弟叫小豪。你记得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哎。能记住这个不错了。好，到底这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下面进入每一科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砰砰追踪时刻。兄弟们，再见 RGB。下午下午箱子啊，好，谢谢。等，你松一下我。我喜欢板砖，好可爱。板砖就是真的是那种搞笑的。今天太阳好大，不穿羽绒服了。学学人家木木熊，把帽子戴好。该出发了。真的很沉，你把那个包给我。哎，不用，不是你把那个包给我，然后。走你。我真的。真的很沉。我真的会 thank you 了。那少年们呢，马上就要离开甘孜了，特别的感谢 RGB 民宿的住宿支持。春天的来临。这两组已经像在这过日子了。天天有人给我发私信问，夏日热歌是不是真的？哎，昨天你们和孙秀聊得咋样？哎，我感觉他情绪不是很对，最后。是，不是很多能帮到他。我已经开始看不透了。我刚刚还在想后面那女的是谁。我也看不懂，好。他俩在隔离的时候，小豪给做了很多事情。听说了。我觉得如果说只是朋友的话，没有必要做那么多事情。他现在在这里标榜他们只是朋友，就是 for what？ 不是，可能是我也能理解了，因为隔离的时候比较上头，因为大家都没见嘛，就有一种。但是他俩之前也没有什么发展呀。就有一个情感的寄托，可能后面慢慢相处以后，就是对吧？不合适了。觉得不合适了。我觉得小豪会是，你们发现昨天他其实挺输出的吗？昨天是他和孙秀第一次约会一块出去玩。昨天是第一次吗？他俩之前没有单独就是一块出去玩过，他跟小鹏出去玩过。是。他就约和小鹏玩得特别开心嘛。对，是有。他和鹏鹏最不一样的是，就是鹏鹏他不会去追求一个结果，他会很享受过程，他会觉得玩得很开心，就玩得很开心。但是小豪会说，他需要给咱们俩这段关系做个定义。哎，是。他就会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们是以什么的方式去出去玩？是以朋友的方式呢，还是以这种有来以商业任来？对啊，两组成功人士就是上帝视角哈，看得很明白了，感觉。对。可能小豪也有，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对，我觉得挺尊重吧，他们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在帮别人解决问题了，对，挺好的。我听说昨天不是那个板砖收到鹏鹏和毛衣的留言，
哇，修罗场。那板砖留给了鹏鹏。对。对。哦。他感觉小鹏傻傻的。妈，这双咋这么黑呀？只能看到帽子和牙。后面是素颜 CP。他昨天已经给板砖系了无数次鞋带。板砖当时那个表情非常的抓马。是什么？板砖的表情。不会真的有人这么好吧？就这种感觉。对的啊，是害羞，还挺有爱的哎。确实是。后来每一次鞋带开了，他又没发现，我就拿胳膊肘倒到小鹏。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开，我说你会不会系鞋带啊？故意的。哦，懂了。小心机，学会了。早前也陪他去看日出了。哦，他们真的去了。他们真的去了。你有没有小小的愿望可以帮你实现一下？其实我就是想看日出。好吧。我经常起来就是看板砖旁边，他真的也是睡过去，我以为他没去，就是回来了睡的。对。他真的等到了6点过。不得不说，板砖在我心里的形象又高大了几分。他人真的很好。哎，但是一开始是孙秀先说这个事儿的。对。什么东西？我开着耳鸣了，啥也没听见。就是你们留那个心动留言那天晚上，然后当时小鹏给孙秀留的就是他的愿望是想看一场日出。我还蛮期待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早上去看个日出，感觉还挺好的。好drama吧，其实。有点drama。真的蛮drama的这个事儿。drama 了。哎，究竟是怎样的结局才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他们现在4个人像是观察室？确实很像，确实很像吧？我们走。卷死人了！你们今天都没有起来梳妆打扮，个个都在那里攀比，都在选美。但是去那边4个多小时，你化了也没啥用啊，哎呀，真的是很这个镜头也要放出来了。哎呦，一点形象，一点脸都不给人留，真的是。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真好，我是独生子女，他们之前要问我就是要不要一个妹妹或者弟弟什么的，我说随你们便啊，你们开心就好了，反正也是你们就是你们那个嘛。这个反正也是你。对啊。你这样讲，我虽然接不上话，但是我觉得不错。居然还能有让你们接不上话的事。我经常接不上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发现你还挺好的，就是你会自圆其说。那确实。学到了，你知道吗？他好话痨，我好希望生活中有个这样的朋友。夏老师今天白了我好多眼。为什么？他们之前不是老是说你最有好感的异性是哪个嘛？我说是孙秀，这确实是。但就是聊得来，你知道吗？然后跟他出去玩，我都是以朋友的方式去玩。然后可能之前有送给他的一些什么礼物嘛，或什么，可能会让别人都觉得开外谈恋爱了，其实完全没有。哇，又开始了。弟弟又来了，弟弟又来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说清楚了，我就说我在现实生活中我认识一个女生，然后想要跟她谈恋爱，我肯定要有个时间过程。这才几天，我感觉我很大的压力感，其实我非常理解你，就是我没有特别想留言的时候，我也不留言。你是慢节奏，你就按照你的节奏来走。但是他很难过，孙秀他很难过。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你自己的世界观他可能也误解了嘛。但还是得说开的，你不说开的话。对啊，还是要说开吗？他觉得我不一定要谈恋爱，我也许只是先接触。没错的，是我们对他们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了，相处。而且我们在上帝视角。是。但是他就把这个想得太重了。你那天跟谁去的？李志豪，好吧。直呼他的全名李志豪。就我们俩昨天不是去玩那个滑旱冰嘛？
然后，因为我感觉昨天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我拽着他的衣服，他也拽着我的衣服，我们就一块滑海边，我觉得还挺好。但是他说他跟其他女生也会这样。而且昨天你们拍照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两人再靠近一点吧。可以啊，可以啊。哦，有点无语。我觉得这个事情跟之前送花的差不多，感觉它距离感很强。差不多吧，就我一直在靠近，但我觉得他在停滞不前，甚至在刻意的保持距离那种感觉。王一是睡着了，他像一个工作人员，太搞笑了，累坏了。他假装没听到。我刚睡着了。你最好早点回去。我跟你说什么？说了，我跟他聊了挺久。他说什么了呀？他就觉得，就是跟你相处最舒服，然后就这样相处。但是他也没有多想，他就感觉怕你就是陷进去，但是他感觉又没到那程度。妈呀！啊！救命啊！怕你就是陷进去，但是他感觉又没到那程度。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停滞不前，一直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一个结论了，你知道吗？白扯！千万不要做一个传话筒。他不是跟你说，他说，就是我不能100%还原，就是我就讲，甚至连好感都算不上。哎呦喂！哦，他说这个才是很狠，甚至连好感都算不上。我跟小吴跟小白肯定是完全纯朋友，但是最想了解的人是他。这个他没跟我说，他跟我说的是有啊，他有没有说没好感？我忘记了。他说他自己现在就是你越进他越退，就是这种情况，他有点怕。那有什么好怕的呀？我能拿他怎么样吗？我一个女孩，我真还原不了。改编不是乱编的，这个就是他确实就是他这个表达能力有点缺陷。你也有，你也有。可是那他为什么要给我写卡片，说什么我想让你了解现在的我，然后什么之后的我，还有未来的我？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的脑回路是什么样子。这脑子不正常。他要是真不代表什么，他就给每个女生送一份。也不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感觉比较好，但是他说算不上喜欢。不要跟小龙聊天。好狠，好狠啊！这个一点都不蠢。我也没有喜欢他呀，我也没喜欢。对，我说了，我说对面也不一定是喜欢你，你这有啥可想的吗？他该不会怕我爱上他吧？他是有一点。他怎么那么自信啊？对，我都说了，我说不至于。好尴尬呀，这样真的。哇，这个转话筒我要是女生，我就下车，我走了。但我觉得这样对秀反而好啊，不然他还会觉得有可能。但这个会很伤。但是我跟你讲啊，你看孙秀这个态度，从头到尾，他就是昨天晚的气已经消了，今天早上又重新燃了起来。哎呀，手电怎么亮了？那你还想找他聊一下吗？没有，我觉得你跟我说完我是很清楚，昨天他跟我说完我不是很清楚。哦，十字几颗了。已经蔫儿了感觉。那你还会给他机会吗？我决定了，从此以后我就要跟李志豪做对角线。你最好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这样来看，其实小吴的心态还更好一点，因为他过来了，他过来了。自如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葡萄假日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4周耀白素颜自带高光的翠雅银白系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嚼出甜蜜心动的阿尔卑斯果然好嚼赞助播出。好，先说一下，刚刚他们在车上的时候，有一组人就是已经像是第2观察室了。第一，他们在现场，我们是第2，我们是第2观察室。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状况，或者朋友跟自己讲一些感情上的一些情况，在那种时候，大家是劝和派，还是劝分派？劝分，啊，你们俩都劝分啊？就是头脑清醒那种人间清醒。我不是因为头脑清醒，我要拉着他一起跟我单身。金晨，你也选择分，因为旁观者清嘛，我就会帮他分析，我自己就是看一些事情看的就是比较清楚。真的假的？有吗？有。自己的事儿永远弄不明白啊，就别人的事儿就是特别清楚。老肖呢？谁？就是会劝别人。小豪吗？小豪跟孙秀吗？一定劝分了。这个是不可能有希望的。他们要是有结果的话，你说一个，随便你怎样。真的假的？我去他们家拖地也都可以，舔他地板。赌得太严重了。我 OK， 不可能，他们俩不可能。反正我们会录到最后一集啊。如果他俩真在一起了，咱就不可能。你们希望看到肖老师干嘛吧？舔地。我们就肖老师擦一下这个地毯。亲一下，亲一下吧，亲一下地毯。好，这么严重吗？大家玩这么大吗？那你肯定赢了，一起加入，绝对赢了。要不要？我站肖老师，预言家。我们最后一期就看你能拆散几对儿，你舔不舔地？不可能，他们俩不可能。志玲老师是他的这个节奏跟秀不太一样。其实秀呢，他想要一个直升飞机式的爱情，就像热能这种一下子就确定100%的偏爱。但是呢，小豪他是一个盘山道式的爱情，他是这样上去再下来，下来再上去，是这样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孙秀他又不会去选择热能这种类型的，因为他的底层逻辑是我要把一个盘山道改造成直升飞机。这就是很多女生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式，然后经过她的努力，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所以说，实际上他们2个之间非常有可能会走下去。我觉得绝对有这个可能性。对。这什么大雾？哎呀，最美云海，这云在哪儿呢？他们人呢？怎么这么大雾？他那个寂寞，啥也看不见。我第一次住帐篷，星空秘密卡。今天晚上10点钟，星空夜话，匿名分享你深藏心底的秘密。深藏心底的秘密。秘密分享，其实没事。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我觉得他们在吃好吃的。小吴就是来旅游了，现在。走吧，到了浮云海子。哇哦，这里就真的很适合度假养老，好舒服啊！哇，还有羊。哎，是湖景房哎。开门。哇，这里感觉住的稍微不那么冷。不是啊，关门立刻。这怎么睡啊？你挖早了吧？咱就说我不睡中间，好吧？这是我最后的倔强。我睡中间，好吧？我们这边过来就是纯度假旅游的，他们那边才可怕，我觉得。修罗场嘛。那边真的修罗场。啊，周边还看得清呢。看得清呢。哎呦，冷吗？那是情侣装吗？一看就是。哇哦！这就拍手。哎，你给我俩拍一张。要拽一点。你们俩不在一起真的很难收场。是的。贴贴。哎，这2个可爱。好甜哦。好甜，好甜。他们俩什么关系啊？他俩是在一起啊？没有确定吧？没有讲出来过吧？但他们互相喜欢，已经知道了。
头都摸成那样了，肖老师。脑子里全想的是不好的那些事儿。好吧。这边可以钓鱼、劈柴、篝火，各自分头玩呗。那你们去劈柴，我们钓鱼去。劈柴吧，我去劈柴吧。对。对呀。慢点。他们俩还很搭，算搭了。这是啊，要这么原始吗？咋砍呢？你拿着我看看。你小心点嘞。我还真不。这年轻版的乡村爱情是吗？用哪边劈啊？这边。这边，那边没有开刃。好，这不是镰刀吗？对啊。镰刀怎么劈柴？纹丝不动。太难了。也拔不出来了。我这是到什么时候？现在干嘛？带走吧。别扛回去，拎走，扛回去的。这个反了，就跟一样呀。然后卡他，不叫卡他。是，而且危险哦。再过来。哎呦，可以。危险啊！还好今天没有高反，要不然我已经躺下了。很执着。哦，可以，这第一根。哎，可以。这次还挺一发入魂。魂飞魄散。怎么又成语接龙了呢？这两位。悄无声息。息息相关。关雎鸠。开始的这么自然。哦，这个可以揪。它中间有缝了。鸠占鹊巢。揪。好。咎由自取。哦，咎由自取。哦，取之有道。道不同，不相为谋。4字词语。我说2倍不行吗？哇，那你要积2分是吧？对，他积2分。海阔天空。空空如也。啊，夜呀，夜深人静。夜什么呢？祭日。夜字词语。不会有人开挂了吧？没有啊，谁开挂了？我想到一个超厉害的。其实我发现有些人有一些特点啊，就是他在打字的时候，他打的什么，他就会不小心念出来。我不知道这些人。夜字词语。我念出来了，好可爱。没有，野的词语。我可能幻听了吧？你幻听了，太可爱了。来瓶葡萄假日吧，先休息放松一下。好喝哎，美味甜润可口果酸，很清新爽口呀。它这饵是啥呀？玉米。我真的会谢。钓鱼啊。鱼吃玉米吗？素食主义的鱼。行。哇，他们好能创新啊！镰刀砍柴、玉米钓鱼，都从来没听过。好，今天成败在此一举，咱只能说。杆儿呢？这儿，在这儿。行。杆儿在这儿。有点甩出来。哇，勾到自己手了，对不起。啊？没事。勾哪儿了？没事吧？那不会掉。那是不是要？哎，完了，我感觉它勾住了。咱就是来荒野求生。鱼竿得拔出来啊，它没拔出来吗？那个杆子可能是不是得往外拔一点？干嘛呀？干嘛呀？是不是可以往后站一点？哦。还忘了把鱼竿拉出来，硬甩呗，就刚才没有这么短的刚才。没有把它弄长。
原来这个盖可以说这么长。你觉得爱情里面的浪漫是每天做一件新鲜的事儿呢，还是把一件事儿做成每天？基础是把一件事儿就是变成日常，但是想要关系变得更坚定，需要去做不同的事情。对，你觉得新鲜感会消失吗？对一个人的探索的，我觉得，对你的新鲜感应该不会消失，对你的新鲜感应该不会消失。哎，好会说话。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会不断去为对方去学习进步。对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新鲜感就是会一直有的。那还是新鲜感比较重要了。你刚开始发展关系，新鲜感肯定重要，但是到后期的话，新鲜感就会变成次要的东西。因为到后期，其实我觉得，当感情在升温的话，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对呀。爱情变成了亲情。对呀。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该考虑的事啊。上高度了。上高度了，没有。因为我觉得只有对彼此更深入的交流之后，才能够去走得更长远嘛。对。他们俩其实都挺会表达的，就是会聊天的那种类型。刚才那个小白那一对就感觉很朋友，有点暧昧的朋友。对，就走得比较近的朋友啊。不像这个是你真实能看到爱情。已经在讲未来了，讲新鲜感，讲这讲那。那他们就还在成语接龙，没话聊。你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了，会是什么样子？Baby， 我在等你，两个人的关系，幸福后拥有的默契，在我耳边传来轻声细语。毕业租房选自如，各自如。我感觉雨越下越大了，要不我们回去吧？也行，也行，就是一个尝试一下，尝试一下，最起码知道鱼竿是可以伸长的。哦，回到小屋喽，给他们放这儿吧。哎，不知道哪个倒霉蛋还想去钓鱼。Hello， 来了，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哎，你们回来了。对呀。批了多少啊？你们钓了多少呀？钓怎么样？钓了2条，然后拿去晚上你就拿去加餐，就是拿去加工了。真的有啊？真的有。真的好累钓的。就是在那。真假的？真的有。你们可以去钓。多大呀？我们都拿回来了。多大呀？这条差不多这么。玉米真的可以钓上来鱼的，骗人的，一看就骗人的。反正今晚加餐2条鱼，记得是我们。可以。你们要去钓一下吗？倒霉蛋。哎，我们现在问问他们在干嘛，看他们接不接。你们在那干什么？我什么人也没有。你看外面，你看外面太可爱了，这姐妹太可爱了。我们的外面。你看我们的，你看我们的。你们这在哪里啊？好好看！你们是在下冰雹吗？雨下很大雨。然后就是我根本看不见，跟照片实物与照片完全不符。卖家秀。那我心里好受多了。我们晚上吃烤乳猪。晚上要吃烤乳猪。烤乳猪，他们要吃烤乳猪。我们烤乳猪的柴火都是我们自己劈的。对，鱼都是自己钓的。烤乳猪现抓的。17就。烤乳猪是现抓的。你没发现17不在吗？他被烤了。那我们先去钓鱼啦。我们去钓鱼了。我们烤乳猪的时候见吧。那我们先走了。顺利。一会儿见。小白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每次讲话都很有精神，元气。对，就早上起来就很适合当闹钟。肖老师起床啦！就在这儿吧。好，你坐啊，来，帮我打个伞。你坐过来一点呗。哎呀，你坐过来一点呗，再坐过来一点。
哇，浪漫。辛苦你帮我打个伞了。你不要领导了。这么长呀？你要不要出去耍一下吗？我出来。啊，你坐好，你坐好。2个傻狍子。可以，过来，快过来。感觉我甩了很远，但是他快过来，就一直领着。哎呦，这个举动，你坐下是吧？嗯，好贴心的。哇，救命！不错，好。这还是朋友吗？还有什么可说的？等一下，我没看到。假装看不见，看不了好东西。哎，这次真的远了一点。你过来呀。你跟我过来。还差不差？我不要坐，不要啊！哎呦，你看又差头了。戳到他，刚刚雨伞戳到他头皮。只看到不好。直接就给你拉上草来了。哇哦，浪漫。没事，不怕啊。好。哎，等一下吧。这次等一会儿。今天第8天了，好快呀！是。我们第3天来的。对。第3天过了5天了。5天。感觉我来的那一天，仿佛发生在昨天，真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在车站见到你，去跟热能夏老师打球，晚上一块吃饭，真感觉就是那时候你还多了呀。嗨，这时候这些事儿我感觉就印象很深刻，而且就感觉很近。怎么这一钓鱼就能说出点心里话啊？因为很安静。2个人的世界。其实过了这么多天，我们经历了好多。也没有就是说天天跟同龄人待在一起这么多时间，然后我们每天就旅游。哎，大家都能全心全意投入这段旅途当中。挺好哎，真不错，还行哈，我觉得所有的画面还是比较那种恬静的那种感觉哈，他们刚刚也在聊一个词，就新鲜感。你们觉得恋爱当中就是彼此之间这种新鲜感会退却吗？肯定会退却的吧？哦，我是会。时间越久，越喜欢这个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能看到他更多好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坏的呀。对，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但是你们双方磨合，我会更愿意看到他好的地方吧，因为他肯定是他好的地方大过不好的，所以你才喜欢。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后怎么会分开？你说的也是啊。是啊，那么好，为什么分开了？哦，你点醒我了。对，我走吧，我有问题。刚刚西坎说他觉得会看到会新鲜感会退却是吧？肯定会退却，就是刚才金晨姐讲的是说，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喜欢那个人，但不代表说新鲜感不会退却。真的要一个很完美的爱情的话，比如说你刚开始看到的是新鲜，然后但慢慢的这个东西它不新鲜了，甚至你看到很多缺点，到最后它变质了，可能变成了腊肉，然后你再一吃，然后也很有风味，也别有风味。对对对，我觉得那是2个人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新鲜感不可能一直都有啊。但是我觉得这取决于人的个性。如果你是一直不断在学习求进，那生活会有很多的快乐啊，跟很多的怎么讲成长，我觉得那都是保持新鲜感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新鲜感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去改进和创造的。就像刚才热能和夏老师说，我不会对你失去这种新鲜感，因为我们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它不断在创新，那新鲜感怎么会消退呢？所以说，其实人和人的情感也是这样的，有的人就会像茶越冲越淡，有的人就会像酒越陈越香。好，哇，直接升华了，有道理啊。一个能倒一个。可以。这
哎呀，没事，不好意思，没事，对不起，没关系，不烫，女生啊，没事，我来，这没事，不好意思。哎呀，不烫，比我昨天自己倒自己的不烫多了。我自己昨天把自己铲就是水差点扔出去了。板砖的硬汉。我这个吧，这个再加一点吗？行，我在等他们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冷水？没有冷水。我帮你们拿一瓶。哇，这个湿度感觉很不舒服。放这，给你加点。可以一点点。一丢丢。好了，再不太温了，太温了。哇，好舒服啊，这床。哎呀。我在想的是，就是等我道歉是跟大家面前一起道，不用道独歉，就是表达态度就行了。他说他唯一难过的点就是，就感觉你有些行为造成了误会，你知道吗？不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让他难过，是因为你之前表现的好像就喜欢让他误会了，这个可能就会有点难过。你不是过生日时候给他写个东西吗？说什么之类的，什么想陪你过什么更多个生日，是吧？这还不误会吗？我脑子在想啥？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写的时候真没想，你懂吗？其实当时还好感度更高一点点，是吧？当时就想更进一步，那肯定也就写。当时是有这种想法，嘛，承认了，当时是有，现在没了。现在没了。那你能不让孙秀误会吗？那肯定会误会。其实是越相处就越发现其实是没那么合适，然后各个方面就是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告白，肯定要在一起。如果你达不到那种喜欢，那你就赶紧尽早放弃，赶紧说清楚，就这样。对，挺正常的。你不相处哪知道呢？哇，你们到时候自己聊。我们这边在聊秀的事，然后他们那边在聊小豪的事。小豪怎么说？就我觉得他们在做朋友这件事情上，真的还都可以了，就互相之间的。说的，就是他觉得还是太快了，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他的行为就是还是有点不礼貌的，估计。我觉得你们还是要找机会去说开好，因为其实小豪他也是想法，就是说我们两个每次都抱着说开的心态，但是他每次都说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还逻辑还挺很真实的，这个脸特别真实。他跟毛衣说的也是，但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就把我说的特别乱。我感觉他就是跟你说话就紧张。对，我可以接受那种慢节奏，但是我觉得他在故意的拉远距离。他对那种好感度的界限，我觉得划分的特别清晰，这就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我估计他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吧。互相排忧解难。喝点热水。这是哥哥弟弟吧？是的。怎么他俩在一起都不说话呢？这个是他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这不是我们的剪辑啊，就真实的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他们俩单独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第一次相处。那可能太了解对方了。这些，我现在完全乱了，就又想不通。我每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乱的，明明效果跟板砖长得特别好，就特别清晰我自己脑子，现在就不知道又。你看他盘山道模式又展开了，进退进退。是的。哥哥是不是也挺心疼他的？
那你是因为什么对他好感没那么好？没什么特别大的共同话题吧。那你送礼物对你来讲是啥意思吗？是就生日而已，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看他们有一种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感觉。但是你都讲明白啊，最终肯定是不希望他受伤害，然后互相都是比较舒服的状态相处，是吧？那你就思考着怎么讲嘛，你不用那么沉重嘛。有我也得急。你这个样，你这样子，谁为你想你啊？哥哥这么一个儒雅的人，终于……哎，我太喜欢哥哥了。我就是想不通，我就是现在想不通。我怕到时候全部都变成结巴，而且你逻辑也顺不了嘛。你不顺嘛，这个就是现在逻辑多多少少有点。话是从心出发的，什么叫你结巴？你结巴肯定是有原因的。哦，这句话说的挺好的啊。话是从心出发，你结巴一定有原因。没有，他在想待会怎么跟他那个讲。没有那么大误会了。主要是你那种好忧郁哦，你这种，不明白你那。我要是个女的，我都被你搞晕了。你这想干嘛了？你就正常该说啥说啥就行。正常说啥说啥嘛。你不要一去就低气压。对面也很低气压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对呀。其实说实话，对面应该已经想通了，你们只需要对话完就可以了。OK。他该想的都想通了。哇，你知道哥哥有多好，你知道吗？我疯了。哥哥刚刚讲一句话，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就意思是说他一路都在帮他。是，你懂吗？哇，这个话。而且其实之前哥哥对秀也是有一些想法的嘛，但是他后来就基本上就全身而退了。我想请那个毛龙英先出去。我想再用兄弟。那我们现场连线一下他们好吗？毛龙英先不要进来。对他们两兄弟在那边聊挺好的，听着挺好玩。走，我们吃饭去吧。走的。哦。饿了。对角，真的做对角。大家把秘密放到这个里面吧。我有一个小秘密。不要被别人看到了。我觉得好多人在看热闹，很好笑。各种眼神。行吧，开动，不用。恰饭了。恰饭。哎。又开始了，眼神里又带着一点光，不知道为什么。哎呦，这个屁股挪的哟！干什么嘛，兄弟！搞这小动作，你真是。小动作越那个。这孩子就是想要引一下注意。这里面是什么？这是个啥？番茄锅吗？哎。干嘛？哥哥来了。久等了。那就不要拘束，动起来吧，吃吧。好饿，而且好口渴。香肠应该是夹不夹的？会夹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咬的就行。太辣了。怎么？有没有纸巾啊？没事。啥也没有。哎呦，把什么把？爸，我们一直吃嘛。现在需要勺子。这姐，人家在辣，他不会给人家。先给人家。笑死了。他都准备手过去接了。这怎么这么辣？没关系，我可以这么讲，我可以直接生。有没有酱油醋？谢谢。哇，他这样的皮肤真的又白又亮。我猜他可能一直在用这支翠雅追光瓶银白精华乳，去黄提亮后才有这样的光耀素颜肌哦。
拿点纸巾烧热。我是个服务人员呐。干什么啊？大家搞那么客气干嘛？不是呀，我是个服务人员呀。我想吃一颗小酥手，我想吃一颗小酥手。这边找不到吧？哎呦，这边找不到吧？小吴看戏了，开始。小吴超在那边。没有，我加一个就可以了。太可爱。这我们这边也不吃。那你给我吧。这个快点吃，不然就。我们一会儿那个匿名游戏是，就自愿嘛，愿意讲的就讲一讲，不愿意的可以猜一猜。那我们开始啊，谁是第一个？我随机抽是吧？我来给你打开，抽一个。这个吧，我来念是吧？嗯。我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喜欢我，然后前面是一个小哭脸。这谁？小吴。弟弟。你的。加1。我看一眼，我看那个小哭脸，好吧。我觉得是板砖的。你们要猜一下吗？你们要猜一下吗？你们要猜一下吗？哦，不是你们要猜。好可爱！啊，自己说漏嘴了。说漏嘴了，哎，真是说漏嘴了。聊一聊，为什么是哭脸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虽然也是一个活泼的人，但是，我会有一点存在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的活泼而比较喜欢我，或者是跟我待在一起比较开心吧，这是我的一个惯用的伎俩，等于说是，就可能有点讨好型人格。可以说是。我现在都很真诚，我现在没有这种习惯了。就我夸你漂亮，夸你可爱，然后就不夸了，就夸你有趣，夸你可爱，夸你有才，这都是真心的。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没有我？可爱漂亮。哦。那为什么没有我？可爱漂亮。怎么了？这很真诚的，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夸奖你们的。我觉得挺难得的，因为现在很多人总是想自己，很少是为别人想，我觉得还挺特别的。重点在这儿呢。就能替别人想，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本身就是比较反人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能做到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好了，别夸我了。哥哥现在表达也越来越好，他也越来越松，越来越进状态了，哥哥。他是越来越喜欢这女孩，是吧？我觉得，可是我还是想说，我觉得你性格真的特别好，就跟你相处过的人，他肯定都会喜欢你。但是如果遇见那种不喜欢你的人，我希望你也可以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可能只是跟你相处的不够多，不够了解你而已。所以不要哭脸，下次画个小脸。好的。好，下一个。下一个是我来抽，好，怎么还洗牌的呢？当然要洗。其实我谈过的恋爱次数比我跟任何人说的都要多。谁啊？毛龙一。那肯定不是我嘛。不是，我先投那个小吴一票，好吧？我投龙一。我也投龙一，我也投他。为什么都投我？我看他想不想说，就是。啊，我来说，是我。啊？对吧？就是他嘛。Sorry。怎么可能是我嘛？以前不是特别熟的朋友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说3次、4次这样子，因为我有一点点不太敢告诉别人我谈过很多次恋爱，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管得比较严嘛，所以我就更叛逆了，我就很想去跟别人相处，看一下人家都是怎么样的，就是会有这种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嘛。第一眼看你感觉可能长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或者怎么样，我就上头了。但其实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甚至可能会被挺多人伤害过的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
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结果。你们觉得谈恋爱结果重要吗？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很确定，就是说心里做好了这个决定了，你才要去谈恋爱这种。所以我过去谈过的每一段恋爱，我自己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很慎重，你很对，就谈了就绝对不会后悔，永远都不会后悔那种。对。那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太确定心意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推开别人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有过。哦，姐妹助力哦。借着别人的秘密。姐妹助力。也有过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现在的我就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现在我就不会在没有很确定的情况下去谈恋爱。可以。孙秀应该听得懂了吧？他今天听懂了，明天早上起来又问，哎，昨天晚上他跟你说什么了？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下一个是谁呢？都是小鹏。我从一个取其适中吧。我的独眼，上一段感情使我明白，对待感情就是既需要发现喜欢他人的好感，也要想清楚是否可以接受对方的不足，这是对双方的负责任。就这样。这是孙秀吗？这就别说了，这弟弟嘛，应该弟弟吧。其实当时还好感度更高一点点，越相处就越发现其实是没那么合适。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这是弟弟说的，肯定是。这我自己写的。这我自己写的。这我自己写的。他哥哥自己写的。就这样。就是这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写的。就是现在想不出，我怕到时候全部都变成结巴，而且你逻辑也顺不了。什么叫你结巴？你结巴肯定是有原因。他在帮弟弟说话。我上一段感情一开始还是很喜欢那种类型的，就什么都没想，就是在一起了。开始肯定看到他很多优点啊、闪光点，就很喜欢，但是后面相处时间久了，你就肯定会发现他很多你不喜欢的习惯，你知道吗？看着孙秀说的很多，慢慢的，就那个好感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相处就越发现其实是没那么合适，到后面就很平淡。然后我的性格还挺那个的，就是平淡的，也不主动讲话，所以我觉得挺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伤害到别人了，很快就分手了。然后我伤害到别人了，就我觉得我做错了，然后我去道歉的，但是道歉好像也没什么用嘛。哇！所以说我现在就会跟一个人相处，我就喜欢慢，因为慢，它就会让你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然后你就看到他，哦，这个是我很喜欢他的点，但是又看到他这个点，哎，我很不喜欢。但是如果说我想明白了这个点，哦，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包容，而且我愿意包容，我愿意包容，甚至说，我看到他的缺点，但是我很愿意包容他这个点，然后你想明白这个点了，我觉得才叫真正的喜欢。他帮他弟弟理清这个逻辑什么的，兄弟俩真的连体了。我以前可能会比较很快就上头的，然后就做出很多行为，可能是很快让对方就感受得到。你对哪个女生比较有好感？你，然后他又喜欢你，然后但是你自己又对他又发现没那么喜欢了。我是把你当成一个朋友来对待的。然后呢，你不是对他来讲是一种伤害吗？就是我对他是一种伤害吗？你不是对他来讲是一种伤害吗？然后我就从中我就学习到，我说我一定要负责任。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然后想明白了，就我再去做。他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在劝他们俩在一起，而是在解释为什么弟弟会
有这样的举动。因为哥哥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从头到尾就是看孙秀弟和弟弟弟跟孙秀两个人，孙秀仿佛觉得就是弟弟在讲。可是我觉得你不是说你很喜欢那个女孩吗？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在你们相处中，你发现了她一些坏习惯的时候，你不是想着说单方面的去反思自己，而是尝试的去跟她磨合，去告诉她，然后你跟她指明出来，反而是在帮助她。你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就是这句话是跟弟弟说的，我还真没怎么想过。你可以尝试的去跟他指明，这样我觉得你们感情会变好，同时让他也会变得更好。秀，放。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无力招架。网络版谈恋爱就是试错嘛，对，磨合。是没有什么真正需要道歉，除非做了什么很对不起的事。但我还是希望慢一点。是慢，没有说让你快嘛，就让你有问题说出来。你告诉他，反而是在帮助他变好。你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刚才就是还在考虑说要不要回去，单独跟孙秀，聊聊天。那我现在觉得还是想说，干脆直接在这个，快吃瓜吃瓜。那还是单独回去，方便吗？不是，随便都行，你想说啥就说啥就行。首先我想说一句，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没事，真的对不起，是真的对不起。首先说一句，对不起。可能这些天就是从澳门第一天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说那一天其实是挺有好感的。我就叫志豪志气的志豪，叫我小豪。送一个礼物吗？这锁龙。反而是这2天有单独相处的时间更长了，但是相处过程中发现就是好像，喜欢那个好感反而越来越少，哎呀，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是我们聊天的这个共同话题比较少一点，我就自己就觉得可能好感度一直在下降，就对。然后而且做出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就是可能让你产生了误会那种之类的，对。但是感觉还是一定要把话讲清楚，对，我觉得，所以最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子，我觉得我们，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还能成为好朋友。能，你只能说能了。对，对。如果我是孙秀，我也觉得解脱。对，是一种解脱。他这样说明白了也 OK。那我就来回答一下。就首先，我觉得你真不用放在心上，因为我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在乎结果的人，因为我也不是说那种特别快节奏啊，就是不太熟悉啊就了解在一起那种，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感到对不起。但是呢，我也确实有不开心的地方，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可以及时的跟我说，因为你没有及时跟我说，所以你做出了一些会让我产生误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你给我写那个生日卡片嘛，然后你跟我说，这是你陪我过的第一个生日，以后还想陪我过很多很多个生日。这句话就太让人误会。然后还说那个想让我了解以前的你、现在的你，包括未来的你。孙秀都记得。再比如说我们留言的时候吧，就是你坐到我旁边，然后你会一直我觉得是细致的观察我，时不时就会问我啊，你为什么表情不开心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或者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我觉得这些是让我产生误会的一些信号，就是我会误以为你是想继续了解下去的，我觉得是有，一开始他有，确实有，后来又没了，没有跟孙秀说明白，然后他做的事情还是会让人家误会。对。
对，我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是那种正常生理反应，就是让我们靠近一点嘛。然后我就靠近中间一点，然后还比了个耶，我还挺开心。但是后来你说了一句，你说算了，我不要，就这样算了。我觉得当时就是其实让我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小尴尬。哇，其实秀还是有点走心了，这么多细节记得清清楚楚。超细节。哎呀，我说实话，要是我也会走心的。因为他已经收到那些信号了，他觉得已经要开始谈恋爱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也没想跟你谈恋爱，哎呀，所以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那种相互，对，必须要说开来。对，就是相互了解的过程嘛。你也不用太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合适就在一起，或者不是在一起，合适就继续相处，然后不合适就完全说开，就是很 OK， 很没有问题。现在大大方方讲出来，他很坚强，也很棒。很不好意思，就没事，我觉得说开了就行了。但没有关系，不要放在心上。我也不想跟你谈恋爱。挺好的。就还趁没有陷太深，就赶紧说清楚。确实，我觉得你要是犯错了，认错嘛，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哎呦，老大发话。我觉得讲出来还是挺好的。不要放在心上，真没事儿。哥哥特别像爸爸那种哈，确实，我们家孩子犯什么错，犯错了就说清楚，解释清楚就好。挺好。呀，我感觉。唉，怎么样？现在他们俩就是这个关系相处到这个阶段，通透。我怎么觉得大家反而觉得舒服了？舒服。就是之前一直就是没有说开的。而且我觉得刚刚就是小鹏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话其实应该是从心出发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尽可能在不伤害对方的一个前提之下，真实的表达自己的心意，那种表达是很重要的。而且今天我们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双胞胎今天的相处也给我很多的意外和惊喜。是，哥哥还是很棒。但是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两个在节目里没有那么多的交流？我觉得这跟他们兄弟俩从小到大一起长大一定有关系。但我觉得这种相处模式，其实兄弟俩相处模式也 OK， 就是你们自己彼此之间保持一个距离，但是该出现的时候能够还是做到这种互相的关心，我觉得也挺好的哈。然后他们也提到了说，在恋爱当中的加减分的一个情况，你们有没有碰见过什么恋爱当中绝对不能接受的一些死点？你有吗？我没有。你都可以。我还没遇过，主要是。来，往那边看。举个例吧，有没有举个例？其实有很多人有个纠结的点，就是跟前任要不要拉黑。这个好啊！你好像有故事的样子，我很好奇。讲讲。我很好奇。哎，那我们就这样，老师讲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会拉黑吗？就看怎么样分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可以啊，我可以。做朋友就一起约饭。也可以啊。啊？金晨老师应该也可以吧？分手还可以做朋友？应该是说不是每一个都能做朋友，有些有每一个我都做不了朋友。那可能你们都很激烈，极限拉扯，很激烈。为什么能做朋友？我不能理解。我之前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就是另一半跟之前的女朋友，他的前任的男朋友，哇，忽然间会打电话给我在一起的这个人。好难，到底有几个？啊，什么意思啊？是8、9恋，就是她的男朋友找了你，我觉得这个故事找了我的现任，就等于说，就不要联系他。哦，不要联系他的前任。对，他乱掉。来，我帮你捋一下啊，是这样子的，闪妮，我现在跟你谈恋爱了，然后我们分手了，好，分手了，然后我现在跟金晨，那个在一起了，但后来你现在跟李希侃在一起了，对，李希侃打电话打给你，
对，你不要再跟撒尼有联系，你们已经是前任的关系了，你对们应该老死不相往来。谁打给谁？谁连这样解释我都听不懂？你打给闪妮，我没有打给闪妮啊。一句话啊，你现任的前任的现任给你的现任打电话。你现任的我现任的前任，让你不要给他的现任的前任打。这太难了。我一辈子也理解不懂不了。到底有几个人4个人，4个人。 ？4个人。OK。老肖，我帮你捋，你现在跟金晨，你们俩是在一起的啊？现任。OK， 好，好，好。我是你的前任啊，你是我前任。哎，他的前任是我的男朋友。对啊，然后怎么样？他给老肖打电话。对，是的。他给我打电话。他给你打电话骂你，骂我，骂我。我没有骂你。那为什么他们俩有电话号码？对啊，我们俩为什么有电话号码？我们俩只有微信。我告诉你，他为什么骂你，是因为。他虽然已经跟你分开了，但是他老在他现任面前说，以前萧敬腾对我很好，我跟萧敬腾相处的时候，他经常带我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看电影。哦，他吃醋啊，他吃醋。哎，好。OK 了，OK 了，懂了。通透。OK 了，好家伙。懂了，好家伙。这么简单的故事啊。是。来吧，我们继续怦然心动20岁吧啊，来。哦呦，哇，烤怎么这？乳猪还饿哇了。塞，真的。啊，我也饿了。哇，油滋滋，烤乳鸡。我真是的在流口水。哇哦，哇哦，啊，到这儿吧。哇哦，17呀！饿了，兄弟们，快点！饿了，兄弟们！哇呀！来，传一下盘子，传一下盘子。这边是这种氛围，这边应该都是异性人格。还最大的猪，夏老师。嘿，哎，我第一次吃烤乳猪。第一次吗？好大一只啊！这怎么切啊？想录一下他们切猪。切猪。我来了。会吗？你来，我来切一下。你来切。17，快切点肉吧，不然一点劲都没有。哇，很脆肉。17现在感觉像飞行嘉宾。哇，你们闻到香味了吗？哇，好香！救命啊，兄弟们！这个很夸张。我看我先下面一夹。哦，哎呀，哇，最好吃的位置。对，捡起来还可以吃啊。3秒定律。我是肯定会捡起来吃的。好心痛，大家都很心碎。原来死亡并不是痛苦的东西。哇哦，这个看起来就不错，听起来就很香。哇，谢谢师傅。真绝！脆外酥里嫩，想吃。好香啊，真的好香，真好吃，是真好吃。眼不见为净。不管我等一下要吃火锅。哎呀，皮居然，哎，皮最好吃。对。夏老师都不想说话，夏老师这样吃。我依然认真炫饭。夏老师一吃饭他就不说话。误 Q，误 Q。请误 Q。夏老师，你要吃什么主食吗？我要土豆。小王给你拿一个。你要什么吗，小？什么？玉米。这是我最弄吧。你等我吃完了，我再跟你讲。我就用手拉烤玉米。该不会是你刚刚掉进去吧？有可能。我给你转一圈。哪？巨甜，你尝一口。巨甜，你尝一口。我不喜欢吃你谢谢。那没事了。你怎么样，感觉？没事啊。没事。就是吃的很满足。所以都是油。
高光高光，猪油高光。你不用给我钱啊。我有给你钱。快点！谢谢你，因为有你。咦。哎，我现在这有个这个星空秘密卡，匿名分享你深藏心底的秘密，分享一些经历嘛和感悟，让了解你的人更了解你。写一下呗。听雨，吃猪听雨。我们一人拿一个呗。如果接到自己的怎么办？那你就念出来呗，反正都匿名就无所谓了。从我先开始吧。行。大家现在所能看到的我，都是在经历了上一段感情洗礼之后，认识到人应该勇敢做自己，不要受到一些外界故意诋毁或贬低。他们出于什么原因暂且不提，但一定会让你变得不自信。勇敢做自己，总有人会因为你是你而接近你。说得好。所以是双双写的吗？夏老师，我是夏老师。选择一下。写的真好，下一位。啊，没人。但我先讲，我蛮认可这一段话的。我也觉得说的挺好的。就是还是做自己吧，先自爱嘛，才会有人去爱你。对。如果连真实的自己都不敢面对的话，没有人会喜欢你的。有人想分享一下吗？行，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下一个吧。这段谁写的？没公布。那我来念一下。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是巨大的。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不想当传话筒，不想年少就承担成年人的压力。17，只想当个正常的小孩。17比较成熟。其实我觉得我挺能理解这段话的，因为就不管我之后多少岁多大，去承担多少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我也仍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颗孩子般的纯真的心。这不是我的。哎，但你的理解蛮透彻的。我觉得写这个话的人应该是一个内心很敏感的人。就为什么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在爱情关系中会处于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绝大多数的精力都要去花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比方说去察言观色，他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很多的努力才能去让自己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你要去放开自己，对，要去学习的。加油吧！我只能说。很难，但是做得到的。对，做得到的。尽力呗，尽力呗。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要说出来是谁说的。对，他们都没有公开。这一组就比较成熟。对，不一样。那我 continue 啊。continue。OK。曾确诊过中度躁郁症。哇，躁郁症。曾确诊过中度躁郁症，没有吃药，为期7个月，后来恢复了。病症诱因更多是内压而非外压。躁郁症挺难受的。不稳定。哦，那我就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而且就是去年确诊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也不能算是个秘密，但是我不是很想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有点弱。咱们是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不能认输。其实诱因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升学季，压力比较大，就是大概症状是会。时而非常亢奋，就是可能睡不着觉，然后
有时候会特别低落，就是完全没有精气神干任何事情，然后会手脚发麻，心跳加快。然后后来就是为什么好了呢？因为考试过了，因为升学的这个大事儿解决了。就是经历过这个事儿之后呢，咱们就是说升学这个事儿也没有拿到我最想要的结果，但是很坦然的接受了，因为人生你那个看远一点嘛，你但凡想得远一步，你就会觉得你现在达到的东西，可能在将来看来完全就是不值一提。然后你现在错过的东西，在以后看来可能也是不值一提。有时候有点缺憾，反而是人生比较正常的状态。哇，他真长大了。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嘛，与自己和解嘛，放过自己。对。我就不想写这个，但我之前确实，我之前在爱尔兰那边留学，男校没中国人，最惨的几个都沾了。我就是顶着那个文化冲突，我也想融入他们，我想去学习他们的口音，我想去学习他们的玩笑，然后之后就躁郁症。当时非常想融入他们，最后发现我融入不了，我不融入了。当我不试图去跟他们交非常好的朋友的时候，反而就有了很好的朋友。所以确实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别勉强自己了，何必呢？遇到困难，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太可爱了。享受当下嘛，享受每时每刻嘛。必须为这一句话干一个杯，我觉得。杯子里有别的东西。烤的这个飞灰，进照样做。武汉3人组。我们3个是不怕你练的。谁给你？你在说啥呢，兄弟？你练的。整这些，反正整不好意思了。挺好的，感觉听了大家的秘密，又多认识了大家一点。我来到这里最大的一个疑惑，其实挺开心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很纳闷的事情，你们钓的鱼在哪里啊？骗人的吧，根本就没有钓上来鱼。吃过烧鱼，果然我被骗了。跟我有一样的疑问。你俩就是鱼。这个聊天其实还挺有趣的，很棒。你就觉得他们年纪也没多大，但他们经历的事情其实还是都可以，点醒很多人。对啊，你看他们都是大家感觉说感情上一点不拧巴，怎么那么好？但是你再往回倒推，你会发现原来他们都是曾经独自穿越过黑暗的人，然后经历了这些之后成长了，所以在他们把握一段感情的时候就可以那么顺畅。所以说，其实人生经历的每一个可能看起来不太完美的那个部分，都是一个礼物。就你每次遇到一个困境，你都会学到一个新的本事，然后你就成长了，变化了。我们说这段话，其实也想鼓励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就正在看节目的观众。对，如果此时此刻你可能身处一些困境当中，要勇敢一点，因为你经历的这些事情，终究会变成你跟很多老友之间相谈的这种谈资，对吧？就可以循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方向，勇敢地走下去，因为天终究有一天会亮的。自如 APP 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怦然心动20岁，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自如急盲盒，赢全年房租减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自如小屋当中藏着什么样的神秘任务。本期的任务是匿名写下自己的秘密，装进盒子里，大家每人拿一张，念出手上的秘密卡。啊，就刚才他们那种。跟他们一样。哇哦。可以不公开吗？那就写得好一点了。公开的话酌情一下。可以不公开，可以不公开。我都不知道写啥呀。我也不知道写什么。会吓到人的秘密。要能播啊。哦。那真的不知道写什么了。啊，你的都是不能播的。等一下，借一下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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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偷看？
哎，你又要偷看我？谁要？认真。闪电一下了。我早写完了，秘密太多了，所以一下子就能想出来一个。我可不可以写个娱乐圈的秘密啊？可以。那边还有2张哥，那边还有2张，看谁狠啊！一会儿。写好了吗？写好了。我们这样，我们先收集在一起，然后把它打乱。给我吧，给我。我不放心，你给我。好。穿插一下。底乱，老师就最后交给你了。看看那一张放哪？最底下。倒数第2，最后是。还记牌，我的天！现在到倒数第3张。现在不知道。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听秘密了。哇，这是。哇，大家真的好敢写哦！我这个就很精彩。我这个也很精彩哦。真的。那谁先来？按顺序来。我先。你先来。哇，我的这个很厉害哦。我在这个节目的录制中有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人，但我忍了。哇！